送亲队伍经过山林时，碰上了土匪拦路。就在新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时候，突然听到一阵奇怪的唢呐声。出于好奇的她掀开轿帘，看到一个穿着红色长袍、戴着奇怪帽子，不是自家的轿夫在抬着轿。更可怕的是，这个人的红色长袍下还没有脚。这时轿夫回过头来一看，居然是个死人，吓得新娘大叫起来。小时候妈妈常常带我去隔壁村的姨姥姥家玩，由于姨姥爷走得早，姨姥姥很怀念她，便总是讲姨姥爷年轻时候的事。有一次就讲起了她和姨姥爷结婚时候的故事。姨姥姥年轻的时候也算是附近村子里有名的一枝花，那时候结婚还是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到了年纪就有不少上门提亲的人。姨姥爷虽然是隔壁村落的，但也是一表人才，家中在村子里也算富农，因此媒婆一上门，姨姥姥的父亲就同意了。但是由于两个村子隔着一段距离，姨姥姥直到订婚那天才第一次见到姨姥爷，大概真是天赐良缘，两人一见倾心。从此姨姥爷就常常骑着驴走大半天的路来我们村。那时山中常有土匪出没，一人出门非常不安全，可这都阻挡不了姨姥爷的热情。就为了看姨姥姥一眼，送点东西给姨姥姥，再趁太阳没落山赶回去。有一天姨姥爷又来见姨姥姥，临走之前，姨姥爷将一只金簪子塞到了姨姥姥手中。那时候大家都很穷苦，平常百姓家哪里见过什么金的东西，听姨姥爷说他将自己攒了多年的私房钱都用来换这一只金簪子了，姨姥姥十分感动。那金簪子雕刻得十分精细，看起来就像古代的样式。姨姥姥对金簪子喜欢得不得了，又舍不得戴，就用红布包住，找了一个木头盒子装了起来。等到了出嫁的那天，姨姥姥将木盒子抱在怀里，上了轿子。姨姥姥的大哥负责送亲，请了唢呐和锣鼓师傅，路上吹吹打打，好不热闹。可是那时候世道不太平，新婚之日却碰上了土匪。姨姥姥听到花轿外一阵混乱，刚要看个究竟，却听到轿子外的哥哥让他不要出来，心中不免有些不安。姨姥姥就将装着金簪的盒子藏在了轿子的坐垫底下，左等右等，外面一直吵吵嚷嚷，也没个结果。虽说新娘子是不好见外人的，但姨姥姥还是没忍住，掀开了帘子的一角去看，却见3、4个青年男子和送亲的队伍打成了一团。因为人数差距悬殊，眼见着自己家人已经占了上风，将那几个劫道的打得毫无还手之力。姨姥姥长吁了一口气，放下了帘子。果不其然，不多时轿子就被抬了起来。姨姥姥想知道自己的哥哥有没有受伤，就扬声问了一句，可是却没听见有什么回应，只有唢呐声，而且这唢呐吹得并不喜庆，反而凄凄哀哀的，像是葬礼上的调子。姨姥姥又偷偷掀开帘子去看，只见前面抬轿子的人一身脏兮兮的红色长袍，头上还戴着奇怪的帽子，根本就不是自家人雇的轿夫的打扮。更可怕的是，这个人红色的长袍下面没有脚。这时那轿夫回过头来，脸色灰白，俨然是一个死人。姨姥姥吓得大叫起来，可是那些鬼轿夫却像听不到看不到一般，继续抬着轿子往前走。当下姨姥姥也顾不得其他了，一把掀开轿帘子就跳了出去，却不巧地撞在了石头上，头瞬间就流血了。可这时姨姥姥已经顾不上喊疼了，连滚带爬地往旁边的草丛里躲。可跑了2步，她突然想起来自己的金簪子还在轿子里，她回头望去，发现这竟然是一支长长的队伍，所有的鬼都穿同样的红色长袍，而且轿子前面有的吹唢呐，有的敲鼓，后面还有抬着礼品的。若不是衣服破烂，满脸灰，还没有脚，俨然是一副大户人家送亲的样子。更诡异的是，刚刚自己跳出轿子这么大的动静，却好像没有一只鬼注意到，新娘都跑了，还接着送亲。姨姥姥虽然明白此时保命是最重要的，可是心里又舍不得金簪子，就偷偷地跟在鬼队伍后面，跟着队伍走了有半个小时，鬼轿夫们就将轿子停下了，而停下的地方竟是一处乱葬岗，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坟包。放下轿子以后，所有的鬼都聚集到了一处，疯狂地挖一个坟，没一会儿就挖出了一口棺材来。姨姥姥躲在树后面，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自己的金簪盒子放到了棺材里，然后又将棺材埋好。这些鬼像搞什么神秘仪式一样，一起朝那坟墓磕了3个头，突然就消失不见了。姨姥姥想去拿回金簪，却又害怕的不行，最终还是决定先找到家人再说，便跌跌撞撞地往回跑。没一会儿就撞上了来寻找他的哥哥。姨姥姥扑进他大哥的怀里，
哭诉了刚才的经历。姨姥姥和哥哥一商量，恐怕那些鬼本来要的就是金簪子，于是决定去山上把轿子抬回来。可姨姥姥带着送亲的一行人在山上找了半天，却怎么也找不到那个乱葬岗了，只能打道回府。回家后，由于婚礼没办成，所以另外找了个好日子重新办了婚礼。婚后，姨姥爷带着姨姥姥去村里的长辈家里拜访，其中有一个人是个末代秀才。他听了姨姥姥的离奇经历后说，村志中有过记载，在古代时这周围的山上产铁，因此将这一带分封给了一个小王。后来随着铁矿的枯竭，这个外姓王的家族也衰败了，这一带的村子也随之落后封闭了起来。姨姥姥见到的那个乱葬岗，恐怕就是这个家族的祖坟，而那金簪子说不准本来就是人家的陪葬物，是被盗墓贼偷出来的罢了。那老秀才还安慰姨姥爷，全当花钱买个教训，如今物归原主，也好过被带着阴气的簪子招来灾祸。男子夜晚刚上完厕所，突然外面传来一阵轻微的脚步声，于是他便走出去查看，结果发现两个人影站在那里，看身影像是两个小孩，他们似乎是察觉到了男子，于是两个人便慢慢转头看向他。等男子看清楚他们的样子时，才发现这哪里是人，这明明就是一红一蓝两个纸人，顿时就把他吓得瘫倒在地上。大概10几年前，我大学毕业后去同县的一个山村做实习教师，亲身经历过一件至今想起来都头皮发麻的事。当时和我一起去当支教老师的还有我的一个大学同学李伟。村子条件比较落后，学校是一个破旧的2层楼，位于村西的一片山坳中。因为村子落后，居住条件也不是很好，没有专门的宿舍，我们就住在学校1层的一个空闲教室。那天夜里大概10点左右，我和李伟批完作业，看了会儿书就要睡了。我这人每天晚上睡觉前必定得去上个大号，铺好床之后便拿着手电准备出门。可这时候却被李伟叫住了，这家伙平时也没那么多事。我转过头，有些茫然地看着他，就见他撇着嘴摇了摇头，这让我更好奇了，问他怎么了。然后他就说，前几天这村里可刚死了个人，就埋在孝西的山上。听到这，我哪还不知道这小子是想吓唬我，也没理他这话茬，扭头拿着手电就出门了。一出门，瞧着外面漆黑一片，连个月光都没有。说实话，当时心里本能的有些发怵，尤其是这学校的厕所还在学校外的那条马路边上，离着校门口得有近100米，而且这学校周围连个人家都没有。可眼下情急，我只能给自己壮了壮胆子，朝着大门外走去。乡村不比城市，到了深夜格外寂静不说，连个灯光都看不着。我打开手电，加快脚步，很快来到厕所，解开裤子蹲下就是一阵宣泄。大概几分钟后，正当我上完厕所起身时，只听厕所外传来一阵轻微的脚步声。听到这动静，我想肯定是李伟那小子悄悄溜出来，躲在厕所外面准备吓我一跳。于是我冷笑一声，边系腰带边调侃着喊道，出来吧，我看到你了。可话说完，厕所外却没了动静。我轻轻地走了出去，一出门猛然将手电光照向厕所墙旁边，只见这地方空空如也，根本没李伟身影。这时耳边再次传来那轻微的脚步声，顺着声音将手电打过去，只见大路上有2个人影走过，是往村里走的。我当时也没多想，只感叹这俩人胆子可真大，这个点走夜路不说，连个手电都不打。奇怪的是，黑暗中这2个人影的身高都不像大人，倒像是2个12、13岁的孩子。也许是察觉到了我，那2个人也站了下来，慢慢地转头看向了我。因为晚上拿手电照人脸有点不礼貌，于是我先将手电照向他们的身上。只见那2人的衣服十分的奇怪，是那种红红蓝蓝很鲜艳的颜色，根本不像是这个年代的服装。而且从马褂上的反光来看，这衣服显然不是什么布料，更像是油面的纸。这时我又注意到了那隐在黑暗中的半张脸，尤其是那2双红的有些妖艳的嘴唇，怎么看怎么透着诡异。见此，我突然想到了什么，心里顿时咯噔一声，同时也不由自主地将手电光照在了他们的脸上。刹那间，我的大脑一片空白，只觉得后背直冒冷汗。这2人竟然是2个丧葬用的纸人。此时这2个纸人好似往前站了一步，那张阴森森的脸上扬起了诡异的笑容，
正死死地盯着我看。看到这，我只觉得浑身一软，险些瘫倒在了地上。反应过来后，我扭头疯狂地朝着学校跑去，是边跑边喊。跑出去之后，我忍不住回头又看了一眼，只见我丢在地上的手电，好巧不巧的正好照着那2个纸人，他们依旧站在那里，隐约间的诡异的笑容越发的瘆人了。好在这时李伟的声音响起了，大概是听到了我的尖叫，出来看看情况。见到人了，心里也有底了。我进了学校大门后，一路狂奔到他的面前，结结巴巴地吼了几句，然后就把他推进了房间，接着又将房门关上，反锁好后，这一通操作下来，我腿一软，靠着门就瘫坐在地上。刚开始李伟还以为我装的，可进门之后发现我浑身颤抖，脸色惨白，终于意识到不对劲了，于是蹲下身，轻声地询问起了事情的经过。我缓了一下，吞吞吐吐地将刚才的事和李伟说了一遍。听我说完，李伟沉默了好一会儿，然后才把我扶起来。我失魂落魄地上了床，也没再多说什么，就钻进被窝便熄了灯。第二天醒来后，我叫上李伟，忙着去了村里，跟村书记反映了这件事。在我们的坚持下，村书记只好给我们找了一个破旧的农家屋，虽然住的地方更破了，但毕竟是在村子里面了，心里也跟着踏实多了。直到后来我才知道，那几天村里刚死了人，我看到纸人的那天晚上正好是头七之日。当初下葬时，死者家里确实烧了2个纸人，可为什么让我给遇见了，就不得而知了。在夜晚的时候，老汉因走失了一头黄牛，于是便提着油灯前往山里寻找。在经过山外刑场的时候，忽然看见一个人影，似乎在找着什么东西。本着热心肠的老汉就想问一下需不需要帮忙，可等看清那人的样貌时，顿时把老汉吓得瘫倒在了地上。这个故事发生在广东东莞，听老辈人说，早些年东莞的刑场就在花果山一带。那天傍晚，陈老汉拎着油灯，急匆匆地出了村，朝着山里的方向走去。原来今天陈老汉进山放牛，回家之后发现牛少了一头。不管哪个年代，牛可是价值不菲的，即便天已经黑了，陈老汉还是急匆匆地进山去找。好在这天夜里月光挺亮，他也带着煤油灯，进山之后还不至于寸步难行。可没想到的是，陈老汉在山里找了半宿，煤油灯都烧完了，依旧没找到那头牛。无奈之下，只好拖着疲惫的身子往家里赶，想着明天一早再进山看看。从山里回村，山外的刑场是必经之路。刚出来，陈老汉便发现前面不远处聚集着一帮人，那些人整整齐齐地站在广场的另一端，站成了一排，大概有6个。在他们前方有个明显比他们高不少的人，因为穿着白衣服，在晚上看去比较显眼。陈老汉纳闷了，怎么大半夜的一帮人还聚在这广场上？本想上去看看，可突然他又被一阵悉悉索索的声音吸引了。他发现离他不远的地方有几个看着很是年轻的背影，猫着腰在地上找什么东西。陈老汉也是个热心肠，见他们似乎跟自己一样丢了东西，便想着上去搭把手。可谁知接下来他们的一番话让陈老汉傻了眼。你有看见我的眼睛吗？起初他以为自己听错了，赶忙又问了一遍。可那人的回答让他更懵了。他说前几天刑警枪子把他的眼睛炸没了，找不到眼睛不能投胎。他甚至在想，是不是村里的哪个后生跟自己开玩笑呢？可当他凑上前去，借助月光看向那人的脸时，脑子里顿时嗡的一声。正如他刚刚所说的那般，只见这人头上有个大窟窿，像是被什么贯穿了，连带着一个眼珠子都没了。这一下陈老汉哪还不明白，眼前这个忙活着找东西的根本不是个活人。被那冰冷的眼神一盯，陈老汉吓得顿时瘫倒在了地上。再直起身子时，那鬼已经杵到了自己跟前。与此同时，陈老汉的叫声似乎惊动了远处的那些人影，只见他们全都转过身，朝着陈老汉这边走了过来。一转头，陈老汉浑身的血都凉了。很显然，这些都是在刑场上挨了枪子的死刑犯。面对一张张狰狞恐怖的鬼脸，陈老汉也上了岁数，哪里经得住，吓得气血翻涌，就昏了过去。昏迷前，他迷迷糊糊听到耳边传来一道低沉空灵的声音，这声音似乎有某种魔力一般，
使得原本意识昏迷的陈老汉竟然浑浑噩噩地起身了。接着他也不知为何，竟然跟在这些鬼魂的后面，朝着一个方向缓缓走去。他隐约看到最前方的是那个身形高大、身穿白衣的人，像是民间常说的阴差，而正前方则是一条阴暗的不知通往何处的小路。陈老汉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跟在这些鬼魂的队伍中，更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。浑浑噩噩之间，他也想过要摆脱这个队伍，可自己的身子根本不受控制。就这样，在那个阴差的带领下，一直沿着这条灰蒙蒙黑漆的小路走着，也不知这样走了多久。突然他听到身后传来一道刺耳的牛叫声，这声音让那种浑浑噩噩的感觉退去了一些。陈老汉下意识地转过了头，只见那头让自己找了半宿的牛就站在自己身后的不远处。这头牛瞪着眼睛盯着他，接着一仰头，又发出一道刺耳的叫声。原本浑浑噩噩的陈老汉被这一声牛叫震得顿时清醒了过来，呆滞的双眼也彻底恢复了神采。而这时看向四周，只见自己哪里是在什么黑漆漆的小路上，分明是在一片山林中。看着自己找了一晚上的牛就在眼前，陈老汉整个人都懵了。突然他又想起了刚刚发生的恐怖一幕，惊恐地转身去看，却发现身后同样是山林，刚刚那些鬼魂以及那个白衣阴差早已经不见了。陈老汉终于松了口气，与此同时只觉得浑身一阵酸痛，暗自庆幸，要不是这头牛，自己指不定跟着刚才那些可怕的鬼魂队伍去哪呢。缓了一口气，陈老汉便赶着牛回了家。而这事很快在村里传开了，陈老汉也终于明白他为什么会遇见这么邪乎的事了。原来那阵子严打7天前，花果山外面的这个东莞刑场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罪犯。当时陈老汉因为放牛没去看，而村里不少人都去围观了，总共7、8个犯人被枪毙。按照当地的说法，刑场上大批犯人被处决后的第7天，都会有阴差前来抓捕这些游荡的无法投胎的鬼魂。两男子夜晚在偏僻的山路开着车，这时前面发现一个穿红色衣服的女人独自行走着，就想过去搭讪，可等一靠近才发现这女的七孔流血，哪里是活人。这一吓得他们狂踩油门，赶紧加速驶离这里。本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，可没想到恐怖的还在后面。2019年时，表哥和朋友阿乐合开了一家小公司，专门代理销售建筑外墙涂料。一次阿乐说了一个闽西的客户，他们就趁着春节放假前想去把合同签订下来。正值春运，所有通闽西的高速公路都很堵。阿乐不知从哪弄来的消息，把车开向了一个偏僻的小路。大概因为是晚上，路又偏，还真没什么车，他们一路开得也顺利。开的是阿乐刚买的新车，他也不让表哥碰，一路都是独自驾驶。也不知跑了多久，正当有些无聊时，碰到了一个人。远远看去，那是一个年轻女孩的身影，正走在路上。这个时间，一个女人独自行走这么偏僻的省道，现在想来还挺奇怪的。不过那时他们并未多想，反而因为无聊想要搭个讪。其实他们倒也没有坏心思，想着一是能帮下忙，二是一路上多个女孩聊天不也挺好。于是阿乐把车靠了过去，表哥便打起了招呼。表哥大概叫了能有3、4声，那女人也没答话。于是表哥把头伸出窗向她靠去，那时正好车子从女人身边掠过，女人的脸呈现在表哥面前，就那一眼可把表哥吓得不轻。那女人满脸是血，身上也有2只眼睛是2个血窟窿，似乎还在流着血。表哥那时脑子一紧，才反应过来，这哪是人，不是个女鬼吗？于是他也顾不得向阿乐解释，一直催着他快开。阿乐刚才是没看清，听了表哥的话还想回头去看，表哥见他始终不加速，朝他嚷了起来。阿乐终于是一脚油门开离了那段路，不过依旧是将信将疑。表哥倒是想跟他细说，可想来想去也不知该怎么描述。可就在这时，阿乐已经不得不信了，因为接下来的一幕让他俩都傻了眼。刚才车后的那个女人不知何时竟然又出现在了车前，而且眼看就要撞上了。阿乐反应还算快，死命地打着方向盘，车终于在路上划了一个大大的弧线，从那女鬼的身边划了过去。这一下他们俩都闭了嘴，
说这路上有2个穿着一模一样的女人同时在走，那肯定是不可能的。阿乐这车开得心惊胆战，腿都软了。好在不远处的路边出现了一个2层的房子，应该是个饭店之类。不过此时黑着灯，也不知是没人还是主人睡了。可有人气就会让人心安一些。他俩把车停在了房子旁边，想着大不了天亮时再走。表哥当时被吓得不轻，于是就想去撒个尿，可没想到却又出了事。表哥当时只感觉余光中有什么晃动了一下，转头去看时，就见林子里有个人影一晃，没想到竟然又是那个女鬼。她以一种十分诡异的姿势向表哥走来，那一瞬间表哥就感觉浑身的血都凉了，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跑。阿乐刚点了一根烟，就见表哥从路边慌慌张张地跑了回来，一见表哥的样子就明白了，也马上钻进了车里。这一次倒没有什么犹豫，一脚油门车就开了出去，还是开回那条省路，所以他们依然没能逃开那个女鬼。阿乐的油门加到了底，却猛地发现那女鬼竟出现在了车前。这次任凭怎么打方向盘也躲不过了，只见那女鬼一下就被他们的车撞到了半空中。那一瞬间表哥和阿乐的脑子都是空白的，根本就反应不过来，直到那女人又从半空中跌到了车挡风玻璃上。接下来的画面表哥不想去回忆了，强烈的恐惧刺激的他们机遇疯狂，顺着一声尖叫，他们的车失控了，一下就撞在了路边的一个路灯杆子上。当时他们俩就昏了过去，也不知过了多久，表哥才缓醒了过来，费了好大劲，表哥才从车里爬了出来。可就在这时，表哥又看见了那可怕的东西。当表哥再次醒来时，已经躺在医院里了。阿乐在这次车祸中死了，表哥也受了重伤。后来表哥去找了大师看看，大师说他们遇到了被困的女鬼，她大概是因为车祸死在了那里，然后就一直被困在了那里。村里有人去世了，可就在入葬当晚发生了一件恐怖的事。棺材的头部突然渗出大量的鲜血，而且还发出咚咚咚的声响，似乎是死人在敲击着棺材。村民中顿时炸开了锅。这个事件当时在我们的小村子里特别的出名，直到现在还经常有人提起。那是10几年前我们村的冯婶死了，因为是横死的，所以棺材不能进屋，只能在屋外临时放置，等待下葬。可入夜时，那棺材竟出了一个很恐怖的异象，惊得村里人都跑过来围观了。我那时刚上小学，就爱凑热闹，便也偷偷地跟过去看怎么回事。凑到跟前，我才看到，原来是那口大棺材的头上渗出了血，那血鲜红的，顺着棺材头往下滴，看着十分瘆人，可却没人敢打开棺材看看里面的情况。冯婶的丈夫吓坏了，忙着去邻村找来了个看事的老头。听村里人说，这都是因为冯婶的怨气太重，不肯轻易离开人间。不过那时我还小，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。正当我好奇地在人群中钻来钻去时，却被我妈给抓住了，不由分说地拉着我就往家里走。可我们刚转过身子，就听到人群中发出了一声惊呼，这下把我妈也吸引住了，停下来，忍不住地回头去看。可这一看，顿时就把我们俩吓傻了。原来装着冯婶的那口大棺材，不知道为什么竟然抖动了起来，不仅是动，从里面还发出了咚咚的声音，就像是那死尸在里面砸棺材盖。这冯婶是死在医院里的，那冰冷僵硬的尸体村里很多人都见过，所以这不可能是人活过来了，明显是要诈尸啊。冯婶的丈夫吓得脸都白了，带着哭腔的求着那个大师。那大师明显也被吓得不轻，不过人家毕竟是干这个的，很快就冷静了下来。就见他捻着珠子一直在棺材头念叨着听不懂的经文，紧接着他又把一面小铜镜盖在了棺材上，那铜镜面朝下，别说这一下还真管用，那棺材一点点地安静了下来。这场变故把村里人都吓得不轻，就连议论的声音都小了。我妈也被吓得手脚冰凉，拉着我就走了。可能是有些害怕吧，我妈没有拉着我回家，而是去了姥姥家。我也就是那时听姥姥讲了冯婶的故事。这冯婶是本村人，为人泼辣的出名，但是心肠不坏，爱帮助人。
就在昨天晚上8点多，冯婶一个人跑到了村西的小学。她丈夫是这个小学的老师，以前是城里人，跟冯婶结婚后也就留在了村里。昨晚他说要在学校里加班批改作业，冯婶有些不放心就过来了。可进来后，整个学校都黑乎乎的，办公室里也黑着灯。就在冯婶纳闷时，突然听到一阵说话声。当他凑过去一瞧，那心顿时就凉了。那没开灯的办公室里，有2个人正紧紧地搂在一起，一个是冯婶的丈夫李老师，一个是村里的寡妇张兰。其实这2人的事虽然隐秘，可作为老婆冯婶怎么可能感觉不到？不然她也不会大晚上的找到学校来。不过她万没想到，这一来就抓了个现行。冯婶本来就是个火爆脾气，又被他堵了个正着，那火气就可想而知了。据说冯婶当时就疯了，抄起扫把就冲了进去，对着2人就打了起来。冯婶那大嗓门都要把屋顶掀开了，那声音自然也在村里传开了。愤怒之下，冯婶当晚就喝了农药，人刚送到医院就断了气。就在姥姥讲的唾沫横飞时，外面却响起了姥爷那惊恐的尖叫声。我们一出来就看到姥爷疯了一般的一头撞进了院子。我们从没见过这样的姥爷，简直就跟后面有疯狗追他一样。可姥爷却说，他刚才见到的东西可比疯狗可怕多了。原来姥爷昨天进了城，今天晚上才回来的。他刚一进村，就感觉村里的气氛有些阴森森的。走到村口时，正看到一个人影，那是一个女人的背影，正低着头站在张兰家的大门口。都是同村人，老爷从那背影就认出了那人是冯婶，顺嘴就打了个招呼。可冯婶并没有回话，就跟没听到似的，依旧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。冯婶这人虽然脾气火爆，可是心直口快，从来没这样过，这让老爷很是奇怪。可人家不接话，老爷也不好再问什么了，看了一眼便接着往家走。又往前走了一段，正看到冯婶家的大门口竟然搭着灵棚，这让老爷更奇怪了。他家2个老的早就没了，会是谁出了事呢？目光不由自主地瞄向了桌上的牌位，可当看清那上面的字时，老爷顿时就懵了，呆愣了好半天。老爷终于想起来了，他今天好像听进城的人说过冯婶喝农药的事了。可猛然间，老爷又反应了过来，自己刚才不是在张兰家门口看到他了吗？转头再一看，他依旧站在那，一瞬间老爷的头皮就麻了。第2天，张兰就变得有些神经兮兮的了，见人就说冯婶要掐死他。从那以后，每晚村里人都会听到张兰那凄厉的尖叫声。后来他就搬走了，没人知道他搬去了哪里。